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对于两个刚结婚的小夫妻如何去考量要不要生孩子这个事情。其实小两口结完婚之后，无论是自身两个人出发想要怀孕，还是说会有家长的催促，反正生孩子这件事情是很多家庭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那我当时是结完婚之后，和憨憨爸两个人的想法是觉得2-3年之后再去要小孩。那不过后来通过一些其他人的经验之谈啊，再结合一些自己的实际情况，后来想了想，在结完婚大概大半年左右吧，就有计划要小孩了。所以就是从不要小孩到计划要小孩，然后等到现在我们家小憨憨已经6个多月了。所以就是整个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我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希望对于视频前即将步入婚姻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小两口，可能在以后会面对生孩子这个话题，需要考量哪些问题有所帮助。那第一个的话，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怀孕一定要是有计划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谈。第一个的话就是健康方面，如果你是有计划的去怀孕，你就可以在怀孕的前半年或者是更早1年去做孕检，这样的话能够检查出来夫妻两个身上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是否适合孕育宝宝。那如果这时候检查出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尽早治疗。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是最好的，这样子的话就能生下一个更加健康的宝宝。而且其实在备孕的过程中，你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以吃的，像烟酒啊是绝对都不能碰的。假设你不小心意外怀孕了，但是你在意外怀孕的前面几个月碰了一些这种烟酒还有一些药品之类的，其实对宝宝是有所影响的。那即使没有影响的话，你在怀孕的整个阶段你也会担心之前的一些不当的行为会影响宝宝的健康发育，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是在产检过程中没办法检测出来的。怀孕前有一些夫妻们他们还会吃一些叶酸来促进他们更好的怀孕。那第二个就是你有计划去怀孕，你的心境就会不一样，就避免了那种意外怀孕的突发事件出现。像有一些父母们的不小心意外怀孕，但是这时候他并没有计划怀孕，没有计划想要宝宝的这个环节，那突然有一个小宝宝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不能够很好的接受这个情况下，其实对于他们的生活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想要过几年再怀孕，毕竟他想要买房，未来可能有供房的这个压力，那突然要小孩的话会让他们压力会更加剧增。所以当他知道他意外怀孕了之后，他其实真的还蛮纠结的，就不太想要这个宝宝，但他综合考虑了之后还是会决定把他生下来。但是其实在他怀孕前期的时候，他的心情都是不太好的，一直在我不想要和我想要这两个之间一直纠结徘徊，因为他还没有很好进入到要当妈妈的这个角色。所以说有计划的话就不会让你们出现夫妻两个还没有让自己进入到那种可以当父母的这个角色里面来。那这个正好的话就可以引入到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夫妻两个是否能够准备好进入到父母这个角色。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当父母，谁都没有经验。那我和憨憨爸当时其实2个人都是小年轻嘛，对于父母这个角色其实都很没有代入感。那当时我们2个没有想要宝宝，其实就想说还是抱着那种想玩耍的心态。但是后面慢慢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之后，憨憨爸比我更早进入到想要当父亲的这个角色里，所以一切都是要慢慢的来。像我们之前的话是完全没有进入到父母的角色，但是当我们开始计划要怀孕这件事情之后，2个人在这个父母的角色上就慢慢的更有代入感，然后会以父母这个角度去出发。所以说整个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到慢慢接受可能要当父母的这个事实，
再到真正孕育了宝宝，两个人都在慢慢的成长为一个能够有担当的父母。现在小憨憨出生了之后，我们两个又进阶成为奶爸和奶妈，然后在带娃路上不断的成长。所以说在怀孕之前还是要考虑好自己是否能够比较好的进入到父母这个角色。如果还不能够去接受这个角色的话，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先缓一缓怀孕这个步伐。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还不能很好的进入到这个角色的话，其实当你知道突然怀孕了，那你有可能没办法很好的去接纳这个孩子，然后孩子出生之后还有各种各样接踵而来的问题，会让你烦躁，会让你完全应接不暇。那这时候的话，整个人的情绪啊，自己的工作，然后生活都没办法很好顾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的第3点，怀孕到之后的孩子出生之后的带娃，这2件事情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繁琐、麻烦、辛苦的2件事。怀孕的话，当然是妈妈最辛苦，因为10月怀胎真的很不容易，各种身体上的不适、疼痛啊，心情上的变化呀，会让妈妈特别受折磨。那这时候作为爸爸的话，他没办法帮妈妈分担痛苦，尤其是在怀孕产检是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帆风顺自然是最好的，但其实很多家长，尤其是我，当时在产检的过程中就跟打怪一样，每一次都是过关斩将，就每一次去产检都很害怕医生会说到一些新的问题，然后会让我非常焦虑，就非常担心，会害怕小孩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作为爸爸的话，在妈妈哺乳期的这几个月里面，那爸爸要去工作，那下班回来的之后还要帮助妈妈去照顾小宝宝，其实爸爸的负担也特别的大。而且作为妈妈的话，你哺乳期5-6个月之后去上班，其实你的一些岗位还是会被人所替代，这是很多女性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早说去怀孕，是觉得自己还年轻，那如果我生完孩子之后影响到我的工作的话，那我可以选择重新开始。那如果我等到30几岁我再去考虑生孩子，我的事业有可能正在一个上升期，或者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时候，突然去怀孕生孩子，那等我重新去上班了之后，有可能我的岗位就会被人替代，我再去重新开始的话，其实是面对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界。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带小孩的话，就需要劳烦家里的长辈去帮助。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更迟的去生小孩，那家里的长辈其实年纪也大了，这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更好的去照顾宝宝。然后我们如果趁现在年轻生完孩子之后，小憨憨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我们双方父母年纪40-50岁都还有精力帮忙照顾。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拖的话，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再去劳烦老人家真的心里过意不去。所以综合考虑之下，和憨憨爸会这么早的去生孩子。很多妻子们在进入到妈妈这个角色之后，会把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在了宝宝身上，这时候就很容易忽略掉另一半的感受。那很多丈夫们在外面工作回来很累了之后，就有时候也会忽略掉及时关心妈妈和宝宝的一些近况，那这时候就很容易导致双方夫妻产生矛盾，然后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去解决，长期以往夫妻很容易有情绪的积累。所以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两个已经进入到父母这个角色，能够很好的去沟通交流，解决好如何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分工，减少一些矛盾的发生。这样整个听下来，大家会觉得生孩子是一件特别繁琐、麻烦、困难重重事情。他听完我说完之后，有可能会觉得那算了，我不想要小孩了要小孩太麻烦了，我还是好好过我2个人的2人世界吧。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大家在要宝宝之前好好考虑一下，想好一些这些事情，那样才能更好的去应对有了宝宝之后会面对的很多问题。而且有了宝宝之后，其实生活会变得更加不一样，以前是2个人的世界，现在是3人的世界，宝宝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乐趣，对吧，小憨憨？
所以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不要太过于害怕。希望我这期视频能够对于视频前的你们有所帮助。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留言讨论哟。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与点赞，我们下期见。